我是童文勋。今天又是新的一天啊，很多大事可以谈，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要谈什么呢？就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有人传这个影片给我，要求我一定要翻译成中英文，然后跟大家分享哈。那我就接受啊，我们像一个许愿池啊哈，我们接受许愿哈。那因为是大事，所以我们就会谈这个事哈，不要来许愿那种小事，或者是说帮执政党啊，或是帮在野党啊，都不要来许愿这种事情啊。我们谈大事，我们谈国际的大事哈。好，那为什么这件事非常重要呢？这个不是说今天我们把一个美国政府把它怎么治理好，这真的不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在这几天呢，川普其实才上台21天，这21天有一群这个无名英雄啊，他们为什么要加入斗局的团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好，是为了嗯改变这个世界。过去以来，我们在全世界都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审查预算审真的吗？不是啊，美国国会才在干什么啊？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就怪说是伊隆马斯克把它砍成一个不到200页的一个数字，本来1000多页，挑灯夜战到底哪一个议员真的把它看完？结果他们说不行不行，要把它砍掉，所以就砍到变成100多页。哎，那时候川普还没有上台，那为什么伊隆马斯克可以这么快的砍？其实我们现在可以从这个影片看得出来，究竟这个团队是怎么组成的，以及现在大家看到成果之后，你知道有多少人排队要加入这个团队吗？已经有数万人排队要加入这个团队，举手说选我选我，我是专家。这个让我们看到好像是美国的学校哈，美国学校常常这样子，老师在问问题的时候，那所有人都举手。我们在台湾呢、不管是在演讲的场合还是在学校，你帮他问问题的时候，台下的学生没有人要举手，这是台湾的教学的一个长期以来的问题。只要老师在问问题了，我们就眼神都不跟老师接触，没有 eye contact 啊，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但是美国人呢，现在就是选我选我，然后呢，不止这样子，他们在这个军方的这个问题啊，那长期以来没有人要去参军啊，现在看到参军的希望，第一个有荣誉感，第二个福利好，当然有危险嘛，有风险啊，可是觉得在川普的执政底下不会死啊，打仗不会输啊，然后未来退伍之后可以去上大学、上研究所，还有补助，还可以优先录取，甚至可以有从政的道路，对不对？你看这个 Vance 是不是都是从军啊？现在他的国安的顾问都是军方出来的啊，还有绿帽部队出来的啊，国防部长也是啊。有人嘲笑说他不会是个区区的排长，哎，人家有实战经验哎，不是陈平时期躲在后面的这种排长哎，何况还有文官的部长，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影片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说啊，我谢谢推荐，因为真的非常重要。他告诉你，就是说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快速的，他运用了技术，科技应该要为善良服务，他运用了技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在民主党出手，然后这个联邦的法官要发出禁制令之前，他们已经完成工作了。要知道啊，我们当时台湾在质疑说就业安定基金几百亿的经费花到哪里去了？我们审计部本来是应该要做审计的工作，但是他们从来没做，就是抽查。这个是审计的无奈之处。文件有原始的文件凭证嘛，都要原件嘛。你请款单要原件要签名啊，而且要核可啊。可是这些东西叠加起来之后，汗牛充栋，在台湾只有几百亿台币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他们就没有办法审计了，没有这么多人手啊，所以我只有抽查啊，我抽到算你倒霉，我没抽到你就过关了。好，那照理说，美国的财政部它的经济规模远比台湾更大，你怎么可能进去几天你就把所有东西都查完了？他真的就查完了，这个就是运用演算法。所以这个影片呢，
他非常的清楚的说明第一天他们做了什么，谁做了什么，总共4个专家年轻人呢，其中一个还被嘲笑说根本还没有未满20岁，未满20岁怎么了？所以当这个演算法在对付美国的财政部挖出这些坑这些洞非常有效的时候，它非常快的归纳，不但把你完成审计，而且还把你归纳哪一些钱有问题，马上追到源头，然后现在说他们要把这些钱追回来。好，那很多人可能要去逃亡了，所以当时有一些人说，只要川普选上，他们就要离开美国，恐怕会一语成谶啊。有些人离开美国也恐怕也没有用，可能真的要飞到月球去了，还是要去伊隆马斯克的火星。那么将来这套方式全部的人都可以拿来做啊。我认为任何一个政府只要不采纳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政府的部门的审计的话，那他不是已经做了坏事，就是打算做坏事。他不是已经是贪污犯，就是在前往成为贪污犯的路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当大家都在看美国这场好戏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贪官污吏啊，突然吓醒了一身冷汗。为什么？那这套方法很快的全世界都要用啦，你怎么可以拒绝这样的一个审计方法呢？甚至我觉得这个审计方法，美国可以强迫所有的国家都配合，川普可以强迫他的这个川普的天空覆盖在每一个国家之上。你说凭什么？很简单啊，所有的银行通都是串联在一起的，你要汇兑啊，对不对？那如果你要来我美国做生意，你的所有的企业都必须要照我的这一套的审计的方法。这些什么8大会计师、10大会计师事务所，你没有照这样的一个审计的方法，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 AI 的功能进去的话，我不接受你。这当然有个时间，你可能要在多少时间之内完成什么工作，多少时间之内完成什么工作，所以一步一步来，全部都要完成。然后接着我要把所有的银行都要这样做，所以当你要跟美国银行握手的，所以这个扩散非常的快，这个扩散非常的快。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也要去要求啊，我们所有的议会的议员啊、立法委员啊、国会议员啊，都要去要求政府采用同样一套方法。那这样子以后呢，立法委员呢，我们现在是上半年一个会期，下半年一个会期，上下2个大的会期，然后没有照着宪法的规定哦。2月开议，2月1号就开始上班了，不是到2月底才开始上班了。薪水小偷，那以后没有关系，你只要引进这套方法，我们的立法委员真的可以去服务地方，你不需要一直都在议院开议，你只要拿这个东西去审计，自动就把东西跑出来啦。我只要看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我就让他过关，有问题的通通砍，是不是砍得很快？现在大家在责怪说立法院在野党乱砍，当然是乱砍啊，因为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砍啊。你拿出一个方法来给我看，没有方法可以看啊。那么一大堆堆积成山的东西，数兆台币的这样的一个预算，你是要怎么审计？救安基金明明被滥用了，应该要去把它追回来。审计长说：“哎呀，给我半年的时间，给我3个月的时间，然后只是去查200多亿里面1-2年的那个数字而已。那你整个国家1年预算这么多，谁有在审？根本都在骗，糊弄你。里面有非常多腐烂的东西。美国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那过去我们都认为说所有东西都是机密啊，怎么可以这样摊开来给全世界人看呢？那像俄罗斯啊，这种中共啊、伊朗啊这种敌对的势力，对不对？就把你看得透明啊，一清二楚。川普才不再怕呢，透明就是最好的防腐剂，对不对？以前柯文哲不是老爱说公开透明吗？结果最不透明的就是他。那你以为你有很好的方法，事实上现在 AI 就全部可以破解。好，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影片哈，声音不行吗？声音断断续续吗？我应该直接对着麦克风在讲话了哈，应该不至于吧？
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串流的问题了，应该是串流的问题，仍然是现在的串流的状态极佳哦。那我们的音讯呢？我看起来这个音讯也都很好，好，他说我们现在就来分享哈，分享这个影片。我这个影片呢，来源以及出处，还有我们已经把它上传到我们的同我共读，所以大家看同我共读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分享给别人哈。我觉得它的原始的出处很棒，但是转发的数字很少哈。那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好，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看到这个影片。为什么17天以内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成果？而这个演算法是所有贪官污吏的那个非就是同我共享、同我共读哈。因为同我共读，我通常就是把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影片，在同我共读跟大家可以不断的反复的看哈，不见要在节目中看，可以省一些时间，然后也可以分享。OK 吗？好，现在有声音吗？因为 Room 的这个设定哈，当我在做这个分享的时候，它不是照着 Room 的原来的设定哈，它必须要再重复再去抓不同的音讯的来源，所以呢，每一次都得重设，会跑调，所以看得非常感动哈，真的。可是一开始哈，我知道说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如果对于这个细节，好，可以有吗？有声音吗？好，如果对于这个细节呢，可以更清楚的去了解他当时这个法律的攻防战是怎么进行的，你就可以知道它的精彩的地方。当然，攻方他比较有一个准备，我什么时候要发动攻击嘛？那对手比较没有准备，所以对手在觉得说他们也有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专家，就觉得说哦，我们可以去找一个愿意配合的联邦法官，然后呢，我就给你一个禁制令。那最荒谬的是有一个说法是，我却没有去看那个禁制令啊。最荒谬是有一个说法是，连现在的财政部部长都不看，不可以看这些资料，这是荒天下之大谬嘛？那个不是摆明的说这个此地无银300两，隔壁张生没有偷，你连看都不能看，这跟台湾把一些自己的论文有问题、升等有问题，把这些资料封存不准看，不是一样吗？用隐私权，用各种奇奇怪怪的理由，那其实很简单，就是回归常识嘛。不能看的东西里面一定有鬼嘛，不是吗？那什么叫国家机密？照了国家机密法，也是再高深的国家机密，封存30年也必须要解密啊。那涉及有关于学历造假这个问题，你怎么可以用这涉及个人隐私税资料盖起来不给看呢？那提起诉讼也大家可以看呢，不是吗？好，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整个分析，它是到底演算法是怎么进行的，有几个感动的地方。第一个，我们一直说科技要为善良服务，科技要为人类的幸福而服务，那只是嘴巴讲吗？因为我生产了一个洗衣机，所以你洗衣服的时间可以减少。还有烘衣机，下雨天你也可以有干衣服穿，有各种的科技确实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可是你对于这些官僚，你要看的东西他不给你看，拖延时间，用机密，反正他都掩盖。可是掩盖的目的就是要隐藏他把钱乱花、贪污，或是拿去选举，或许拿去养媒体，各种各样的舞弊。最离谱的就是 USAID 这个所谓的国际发展署。那现在有人说，因为我们节目第一个踢爆嘛，我们看到那个资料啊，你在 Open Society 台湾也有人拿到啊，那台湾拿到这些钱的单位都是哪些单位？就现在有人出来喊冤，说我们栽赃啊，他们拿的 Open Source 呢是索罗斯的钱，跟 USAID 没有关系。
那 USAID 捐钱给索罗斯的这个 Open Society 啊，那索罗斯是他的白手套啊，让他们去发这个钱呢、那怎么可以把钱给基金会呢？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再来，你在做这样的抗辩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点点羞耻心？你拿索罗斯的钱会比较好吗？请问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去拿索罗斯的钱，你会觉得比较好吗？觉得这样比较好的人，请加一给我看；觉得不好的人，请加二给我看。你在台湾做事实查核，去钳制言论自由，钱来自索罗斯，索罗斯是谁呀、啊？当时亚洲金融风暴给韩国人、香港人吃这么多苦头，然后把钱大量的扫进他的口袋里面，他对人类社会文明有任何的帮助吗？你说伊隆马斯克至少做了火箭，对不对？那保护一个 X 平台可以让大家言论自由，请问索罗斯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的国际的评价是正面的吗？然后台湾的事实查核中心拿他的钱来查核台湾人的言论自由，我们的台全会去拿他的钱，我们的什么同志热线专线办同志大游行、办活动，去拿索罗斯的钱，你感觉会比较好吗？我觉得这些人是不是脑袋坏掉了？你完全违背常识。大水库理论嘛，一大笔钱来自 USA 的啊，那你说他不是直接拿的，大水库之后就是索罗斯的钱，好吧？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说，市场的东西拿了索罗斯的钱，我们从此都这样讲，OK？我们愿意配合你，我们就这样改。台全会拿了索罗斯的钱，你们觉得很 OK？哼，太 OK 了。好，要看这个影片是不是？我们的影片连接在这个留言的最上面哈，然后在说明里面也有，所以直接可以去分享哈。实在是太扯了。好，可是我们还是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照自然的原理啦哈，蚊子只要吸不到血，蚊子就死掉了。所以跑到家里来的蚊子，你不见得要用蚊子拍去电它，你只要保护自己不要被它叮到。它在你家里哈，存活不过2天，它就自己死在地板上。这就是我对于这些苍蝇、蚊子的看法。很快的，只要伊隆马斯克跟川普从源头把这个钱给断掉了啊，那这些人就不会再吵闹了，因为没有钱养他们，他们是非钱莫办的。这些人是没有理想、没有志气的，他非得要别人养他。左派的这个习性就是这样子啊，又怨对这个世界，可是呢，又希望别人给他钱，从来不会牺牲自己。右派是比较慷慨的，所谓的慈悲的资本主义。所以我今天其实也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只灵犬斗举这只灵犬啊，这只狗狗应该要叫什么？它不叫斗举啊，它叫做演算法。然后其实昨天我就应该要讲的，但是没有时间讲。我昨天讲了1个小时，仍然没有讲到那里哈。就是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美国副总统 Vance 的狗叫什么名字？他的狗啊叫做 Atlas， 叫亚特拉斯。为什么叫亚特拉斯呢？我就说过了嘛。就是这本书《亚特拉斯总统监》这本小说啊，是伴随着他们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建立了一个什么呢？美国的慈悲的资本主义。这群人全部都是看过亚特拉斯总统监的，包括川普，包括伊隆马斯克，包括 Vance。从他狗叫什么名字你就知道了。所以他们想要当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扛起地球的巨人。他们不会觉得累，虽然肩膀已经颤抖了，脚也在发抖，但是他们还是要把这个地球扛起来。扛起来的原则用常识来做，然后他证明给你看。好，那接下来就是下一步咯。那我们现在应该要发起，我们应该要去要求台湾的立法院。台湾不是说自己的 AI 也很厉害吗？晶片都我们做的，我们的 AI 不应该比别人不厉害吧？至少抄也会抄啊。我们用同样的演算法，
今天我们的审计部、我们的主计处、我们的立法院如果没有引用这样的一个技术进来，你怎么去盘点政府的预算？要有机密啊，怎么样？不要骗了，不要骗了，不要用机密来掩盖一切的罪恶。然后什么钱是浪费掉的？这个演算法跑一次就知道了，不用几天。我们也可以高薪聘请伊隆马斯克这4个专家来台湾帮我们做，可以签首批合约啊。为什么不可以？这套方法应该要赶快引进来。我们已经浪费了预算，浪费了这么多年，该铺的路没有铺好，该做的劳健保没有做好，该有的社会福利，该有的学校的所有的设备啊，不要再拿去跟你们的什么御用学者，把它拿去就是大家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做这个研究，做那个研究，对台湾一点帮助都没有。我们应该要研究的是，台湾因为30年来我们的移工政策的错误，那应该正确的移工是什么？移工政策是什么？这中间有多少钱被浪费掉了？几千亿的就业安定基金，都是这一些雇用移工的雇主缴的血汗钱，就这样子被你们乱花掉了。5000多亿怎么去做审计？只要引进这个方法，几个小时就审查完毕了。你敢不敢？你只要不敢，你就是已经贪污舞弊。你只要不敢，就是你不是现在已经做坏事，你就打算要接着做坏事。这样子抓不是很快吗？再来，我们说过了，伊隆马斯克的 AI 啊，它不只是我们说的，当机器人进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汽车自动驾驶，它比人类驾驶还要安全1000倍以上，它不会疲劳驾驶，它不会出错。那你要做到自动驾驶，你的道路必须要非常的稳定，你的道路工程要做到几公分几公分都不能有差距，你的路缘石这个距离通通都要算得非常的精准。我们现在除了高速公路的建设做得还不错之外，连台北市的这个道路的建设有时候都有问题，资金最多的预算最多的城市都有问题，何况一些乡镇。我们到了一些乡镇发现说，像台中啊最热闹的那个什么夜市啊，逢甲夜市，它竟然没有人行道，人车争道，然后摩托车一大堆，这怎么回事？政府到底把钱有没有花在应该要花的地方？就像刚才影片里面所讲的，美国也一样啊。这些应该要补好的路面，坑坑洞洞，应该预算要到位，水要做好，食用水是涉及健康的重要的关键嘛。你钱只要没有被浪费，事情可以做得很好啊。所以川普说，我为什么要把这些钱省下来？我省下来至少1半的预算，我交给了卢比欧，他在国务院可以做多少事啊？是不是？这个就是本来应该要做到的啊。那靠着伊隆马斯克的合作，所以伊隆马斯克我们曾经做过一集啊，我认为伊隆马斯克对川普的感情是亦父亦子的这种感情，就像朋友，也像父子。因为伊隆马斯克他的幼年的经验跟父亲的关系非常的紧张，然后导致他的性格有点起起伏伏的。可是当他因为一个枪击案重新认识了川普之后，我觉得他似乎找到了他一生以来一直很遗憾的，他找到了一个父亲，然后这个父亲让他放手一搏。他们都知道他们在搏命，因为他们动了太多人的气死了，他们都在搏命，可是一定要这么做。而且以美国做示范的时候，我们发现说，美国完全透明公开给你看，有这么多敌国对他虎视眈眈，可是只有公开透明的政府才会是正常的政府。接着扩散出来，这些民主国家只要愿意跟上的，用同样的方法去做政府的审计，政府就会清廉，然后到最后包围成一个什么情形什么态势呢？就是那些拒绝用同样方法去审计的政府，都是集权政府，都是贪污腐败的肮脏的政府。
就这样。所以这个世界在这20天以来，已经像摩西分红海一样，已经化成两大块，一块是已经进入新的世纪，一块呢还留在上个世纪。那我们要在新的世纪，还是要在上个世纪？有一些人移民到美国去了，所以他们已经跟着进入了新的世纪。台湾呢？那如果你不喜欢台湾，还留在上个世纪，我们就应该要共同来努力。我们应该要责成所有还没有醒过来的立法委员。我们的立法院现在被搞得都在罢免，你要罢免我，我要罢免你，没有人在做事。应该要怎么做事？赶快开议，把伊隆马斯克这套方法全部拿过来，我们就这样来审计政府，绝对跑不掉。未来3年也不会再有钱浪费，挖出来，不管是前朝还是前朝没有关系，不应该花的钱，通通都不要花，应该要开除的、关掉的部门，通通关掉。为什么不能关？给你这个借口那个借口，都是准备要干坏事，还是他们现在就已经在干坏事了？所以 AI 不只是我们今天做一个机器人，可以让自动驾驶减少车祸伤亡，或者说将来我们的长照，我们可能用一台小汽车的钱就可以买一个机器人，然后照顾我们的老年的生活，分担我们的家务，这个都是毛毛雨。它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在国防上面，它可以在让政府的人员减少，几乎可以砍半。我不需要这么多人呢、你不需要来当公务人员，我用机器人就可以取代了。而且机器人不会说谎，做公家的事情的人，机器人最适合，因为他不会贪污，他也没有什么情绪。所以 AI 的发展到最后为人类服务的，在这个领域上面，我觉得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非常惊人的一个变革，这是过去以来没有想象的，对不对？但是伊隆马斯克这一群人做给你看，就是他集结了全美最没有私心，然后最爱这个国家，然后认为科技就是要跟真实、要跟诚实并驾齐驱，科技不能说谎啊，科技没有办法说谎，科技也不能偷。像我们昨天在讲 DeepSeek， 对不对？偷有什么用？你永远跟在后面，然后也没有关系，那就让你偷好了。就跟我说的其实中共如果今天中国要变成真的是一个富强、康乐、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那它就是抄美国的宪法，抄美国的先父纪念碑，它的整个建国的方程式。那中国有机会成为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大国。今天为止，说什么大国竞争的这个说法，完全是中共的说法。中国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真的成为大国。大国不大国的，不是你的人口，不是你变成世界工厂。世界工厂在整个全球的种姓制度里面，这我分享过，在整个全球的种姓制度里面，世界工厂是奴隶的位置。我再讲一次，世界工厂是奴隶的位置。奴隶怎么可能会变成大国呢？你要改变啊，你在制裁权上面应该要有发展，对不对？可是要发展制裁，前面是什么？不是你有钱、你有土地、你有人口，你就可以有智慧财产。智慧财产的最根本的来源是自由。智慧财产因为自由，因为人有迁徙的自由，有言论的自由，有信仰的自由，所以呢，他们可以到世界各国去学习，然后可以把技术带回来，还可以教育、训练更多的人。然后因为自由，所以资产也自由，政府的存在只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那每一个人都可以保护自己的智慧，保护私有财产。因此呢，有司法的独立，对不对？确实可以保护你，那你就会有更多的力气跟驱动力去开发更多的智慧财产权。西方的智慧财产权是这样来的，它绝对不是说我今天用国家的力量我就可以怎么样。过去在苏联跟美国竞争的时候，苏联为什么会落后？就是因为制度的问题。所以制度基因决定了一切。
今天如此，明天还是如此，他从来没有例外过。在技术的这个领域上面更是如此。所以伊隆马斯克为什么他的火箭可以胜过官僚体制的火箭？因为他懂节约啊，他省钱一哥啊，然后他用最好的人力给他们最好的回馈跟报酬。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的正面。那资本主义的负面就用慈悲的资本主义来解决它，它未必一定就是邪恶的。只有那些左派认为说他要去分配别人，整天讲 equity 的这一群人，那事实上他就是在分配那块肉的狮子。我说我要公平分配，于是狼跟狐狸说啊不对啊，你分给他的比较大块，于是狮子就咬一口，那现在2块是不是一样大？狐狸又说不对啊，那你现在分给他的又变大块，你咬得太大口了。咬来咬去，到最后这块肉全部落到狮子的嘴巴里面去了，都落到他肚子里面去了。这个就是政府。所以为什么小政府、小而美的政府，最小的存在就可以了？政府一开始为什么要有政府？就是要维持社会秩序嘛，保护生命财产的安全。到最后不是啊，他凌驾于你，他把你所有的权利都剥夺了。所以没有法治社会观念的人民会认为说，政府没有允许你的，你通通不能做。有民主法治观念的人民会反过来说，我没有准许你政府做的，你通通都不能做。那这个契约是什么？什么是准许你的？什么是不准许你的？就是宪法。就现在官僚体制搞了一大堆的法律，让你搞不清楚摸不着边，让你在复杂的法律的条文里面找不出一条路来。那你要求什么？要求他要去抓贪、抓黑道，案子已经到哪里了，通通不告诉你，让你到处撞墙，让你到处撞墙。这个官僚体制，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对他一点都没有办法。那你说要改变这个国家怎么办？你只好去从政啊。那他们已经变成是一个势力团体，你没有加入那个团体，你还很难选上。那再不然你就要去搞钱，就像柯文哲一直迷失，他如果要选总统，他必须要有20亿，他拼命去搞钱。那怎么办呢？我相信 AI 不止在我们现在看到的，伊隆马斯克在美国跟川普他们一起已经完成这个阶段，这个只是在财政部哦，跟 USAID 哦。接下来他要弄教育部，他要弄什么国防部？国防部的洞恐怕更大吧？那这些都弄完了，那你说我要去清理 CIA、FBI 有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那美国把源头抓住了，他不要浪费，砍掉这些冗员，然后有充足的预算可以去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国际的部分，他也不要再去浪费钱。应该是北约应该要出的钱就让北约去出啊，那你让我去军援你，你国家有什么东西可以来跟我们交换？这很正常啊。以前讲的满口仁义道德啊，其实可能都是为了什么回扣。我无条件给你，其实他看的是后面的回扣，而这些回扣是不是可以抓得到？当然抓得到嘛，抓得到。所以现在他们说要把这些钱给追回来，恐怕不是凭空说的，因为至少从去年这个选举开始如火如荼的展开啊，到川普被枪击这中间啊，你会发现说，川普跟伊隆马斯克他们所说的话，到目前为止，我观察这个密切哈，几乎都是说到做到，说到做到，还没有夸张吹牛的，都说到做到。所以呢，在预算上面先抓住。那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啊，先把粮草准备好啊。那有人放火烧仓啊，每次要盘点粮草的时候，就有人放火把那个仓库给烧了，让你没有办法盘点，因为仓库里面是空的，本来应该要有稻谷的，结果里面是装沙子。好，所以这个会扩散到全世界，我相信速度会非常快。当然阻力会不会很大？当然很大嘛，一定又用各种的法律、各种的借口来告诉你说不可以查、不可以看。
好，那台湾现在刚刚好，因为在野党在立法院的数字略略大于执政党，我们有机会在这一届的立法院引进这样的一个技术，赶快把我们的预算盘查一下。这个已经示范在前面了，所以在野党赶快去跟川普的阵营的团队啊，把这一套给学起来。然后下一次开议的时候，我们看看你们可不可以有更精彩的演出，这才对嘛。然后执政党不要挡啊，因为过去以来的这一些贪污腐败啊，不是单一政权造成的。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制度都变成公开透明的话，那省下来钱可以做太多的事情了。你们从政不是为了自己要发财吧？你们从政是为了要让这个国家更好吧？让这个国家可以真的得到民主自由，我们应该用法治来落实这件事情嘛，不是吗？所以不要再去开一些黑机关、黑机构，用一些自己的亲信，一点能力都没有，把真正有能力的人排除在外。大家都应该要知道我在说谁嘛，对不对？号称是天才，一事无成，只会用一个什么东西来点面线啊，哈哈哈。好，所以时间只剩下5分钟哈，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的留言。嗯嗯，每天都有招哈，川爷摸不透吗？不会吧，川普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公开透明的、这个总统。好，销价竞争自寻实录，事实是如此，没有错。好，那强势治国哈，现在民主党的逆袭啊，事实上他说不出任何的理由，他现在唯一的理由是说，伊隆马斯克不是我们选出来的。那些官僚机构他们自己弄的行政命令，他们是谁选出来的？没人选出来啊。所以我记得我们分享过一个 interview 啊，在谈什么呢？就是一个数学的天才啊，是数学的专家。那个时候其实是在讲这个卡马拉，说卡马拉是共产主义者的信徒，所以呢不要小看他哈。我记得在那个对谈里面，觉得说政府其实有两种，那有一种政府是所谓的民选的政府，那另外一个政府呢，是他们要照着过去的所有的方法，我就是这么玩的，我就持续的照这个方法来玩。然后这样的一个政府，他会去阻止民选的政府去改变它。所以所谓的官僚的政府跟民选的政府，那有的民选的政府呢，会跟这个官僚的政府整个挂钩在一起。所谓的深层政府，就是长期是这样的存在。但我们过去认为说，深层政府应该是难以解决的，甚至认为说他们会永久执政下去。你到底要怎么破解它？结果我们发现，川普他不止在竞选啊，他整个在竞选的布局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让他的接班团队在准备这件事情了。他要抽干华府的沼泽，原来是这样抽干的，他早就知道那个方法，就是很可惜，2020年的时候他没有选上，所以现在是一个民选的政府来对抗一个已经因循苟且200多年的政府，太精彩了。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官僚的政府可以在这一次20天之内几乎被瓦解，那接下来还有1000多天呢，1441天，应该要做什么？大发慈悲吧，让全世界其他的大政府都变成小政府，可不可以？这个人类的福祉啊，幸福的、自由的世界，真的有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就可以看到。就从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到今天，短短的100年之内，我们可不可以因为科技的进展，所以人类的幸福，然后不会发生世界大战，然后所有的集权国家都可以瓦解，在川普的布局底下，没有一个人跑得掉。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今天分享这一集哈，我们的音讯还是有一些问题，但是没有关系，我们
真正核心的重点，我想我都谈到了，然后我们也把这个影片分享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同我共读哈。那影片结束之后，我会把我们那个音讯有问题的部分全部把它裁掉，然后重新再做精华版，让大家可以方便阅读。好，那今天还是一样，谢谢大家的支持哈。那如果还没有订阅、按赞的，那请大家支持订阅、按赞。好，那我们就明天见啦，拜拜，拜拜。